如果要从历史中选出一个完美的艺术家，多数人应该都会提名拉斐尔。唯一的问题在于，他真有那么好吗？正巧最近大都会博物馆在举办拉斐尔的回顾展，并且这还是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拉斐尔展览，囊括了他多个时期的代表作，机会非常难得。所以就跟随我的镜头一起去近距离看看拉斐尔究竟如何吧。这次和我一起逛展的依旧是凯西，多亏了他高贵的会员，我们才得以在预展期间人还相对比较少的时候去拍摄。第一个问题，你喜欢拉斐尔的画吗？啊，怎么上来就整？就我有听过一个比方说，就是三杰里面达芬奇他比较像是大海，因为他什么都会知识非常的渊博。然后米开朗基罗呢，他比较像是那种高峻的山峰，因为你也知道他画的那种肌肉感、力量感就很像是那种险峻的山峰。然后拉斐尔他像是开满鲜花的平原一样。拉斐尔1483年出生于乌尔比诺，一个主打文化艺术的小公国。他老爸就是当地鼎鼎有名的宫廷画师。从小浸润在艺术和贵族的氛围中，拉斐尔也养成了一套优雅且高情商的行事风格。当时人们对他的评价如此之高，除了艺术成就之外，这个性格也是关键的原因。毕竟同行们要么拖延狂，要么暴躁狂，要么猥亵狂。展览的第一个板块照例是一些历史背景。乌尔比诺当时主要是受到北方尼德兰画派的影响比较多，这是一种极其细致入微的风格，画面中有很多值得玩味的细节。尼德兰的画还是挺耐看的，讲道理，但是还是有些很诡异的，比如说这个像个小猴子，他的身体比例是按大人来画的。包括拉斐尔他爸的作品中也都可以看到这种北方绘画的影响。来到了他的老师佩鲁吉诺。据说在8岁那年，拉斐尔就被送去了佩鲁吉诺的工作室当学徒。这个年纪是有待考证的，因为确实太小了。但可以确定的是，拉斐尔肯定和佩鲁吉诺学习过，因为他俩的作品真的傻傻分不清。我觉得佩鲁吉诺他的脸就是一种非常的程式化，画的所有的人脸，不管是圣约翰也好，圣母也好，都是共用一张脸，有种看柯南的感觉。识别人物的方式只有发型，而这也就引出了拉斐尔最强的一个技能——复制。他总是能够精准抓取出别人笔下最出彩的东西，然后直接应用到自己的作品中。比如这幅大画就是拉斐尔14岁那年单独完成的，但画面中却看不出一丝青少年的稚嫩、跳脱或者锋芒，和佩鲁吉诺工作室产出的那些冷静理性的作品没有任何差别。20岁时，拉斐尔已经可以操刀大型的祭坛画了。虽然脸依旧是佩鲁吉诺样式的，但在衣物和皮肤质感的表现上又更加精进了一些。它这个圣母身上的这个袍子都是小细点点上去的，就是你如果远看就给我们一点距离的话，你就会觉得它那个褶皱上面那个细点，它反射的那个光泽非常的自然。早些时候那些艺术家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是他们的脚踩不到地上，脚踩不到地上。对，一直到波提切利他的很多画里面，你会发现那些人物的脚踩不到地上，他的人是飘起来的。对。在乔托的画里面，他的人全是飘起来的，就踩不实。到这个地方已经可以对实实在在的踩地上了，脚踏实地。而在这幅祭坛画的底座上，则可以看到一些明目张胆从达芬奇那儿借来的马。达芬奇作为一个很佛性的人，自然是不太介意晚辈的借鉴，但白灵型人格的米开朗基罗就不一样了，他非常反感拉斐尔，虽然好像就没有他不反感的人。总之，1510年左右，米开朗基罗独自在西斯廷礼拜堂画天花板，拉斐尔带着工程队在隔壁宗座宫画办公室，旁边圣彼得圣殿的总建筑师又是拉斐尔的老乡。然后米开朗基罗就公开声讨，说老乡把钥匙给到拉斐尔，让拉斐尔剽窃到了自己的作品。因为当时米开朗基罗是不给任何人看自己未完成的作品的，他用帆布把天花板整个遮了起来，教皇都不给看。有人说他是被迫害妄想，但有一个很关键的转变是，拉斐尔是不太画肌肉的。
他画的很柔，但是他在那4个房间里面的壁画，对，肌肉感，对，而且他最可怕的是他那个肌肉跟米开朗基罗的肌肉还不一样。米开朗基罗是那种要爆出来了的那种感觉，他是那种偏修长的那种肌肉。虽然说借鉴，还是有保留很多自己的风格。对，借鉴了，但又没完全借鉴。你想去告他 plagiarism， 我靠，告不了，好气。小孩姐痛苦面具已经戴起来了。但确实，这些主题对于小朋友来讲的话，还是太高深莫测。上次在奥兰多那边带我女儿去看了一个博物馆，里面也全是宗教画。我就在那儿跟她讲，我说这个小姐姐生了这个小娃娃，然后那些人来给她送礼物，巴拉巴拉。然后我女儿问了我一个问题，你猜她问的什么？为什么要送礼物？她问我什么时候回家。来撸来撸，这个东西一看就是蒙娜丽莎，这姿势，这眼神，这微笑，妥妥的蒙娜丽莎的翻版。哇，这个习作也太精彩了。拉斐尔对仰视图的诠释，你知道去年有一个很火的梗，就是那个芙莉莲的仰视图吗？可以，看来你网速比较慢。这是拉斐尔的，对，你以为是达芬奇的吗？他连手稿都去模仿。对，模仿的学习的非常的到位。模仿这块他真的是专业的，直接从手稿开始模仿，我靠！但这些作品让我意识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本来以为他模仿那些人，他就是直接去模仿，但我没想到他是从这个阶段就开始模仿，说明他的模仿是去模仿那些人从头的创作习惯，他不是去模仿他最后产出的那个效果，他是去模仿那个过程，他把自己当成那些人，就一步步这样去模仿出来的。必须要从最开始这个起点，他才能够做到他连那个成果模仿的很到位。这也太离谱了。那幅看起来又很像达芬奇。达芬奇有一幅圣母子和圣安妮的习作，我觉得他们用的纸都是一样的，就是那种黑不拉几的纸。他有时候已经开始用那种 S 型的肢体了，像之前佩鲁奇诺和他早期的那种是圣母的胸朝哪边，他头也朝哪边。但这个他是从那个古典雕像那个 contrapposto 上面借鉴过来，他头跟胸是朝不同的方向，有个扭的感觉。笑点在哪？没有，我想到了那个就是很火的那个视频，就我的眼神给出去，然后我的身体形成一个 X 型。什么叫 X 型？我的眼神往这里，身体往这里，在交叉型，这个运动啊。你没有看过吗？哦，我们冲的不是一片浪。我觉得很少见到他画的这种群像。油画吗？确实。壁画很多，但是壁画主要他可能没办法拿过来。给特朗普发个邮件让他去打下来。力达于天鹅。这是据说是一幅达芬奇的画，但是后来找不到了，但是留下了很多复制品。拉斐尔也画过的。你知道那天鹅是谁吗 ？Jesus， 哦，不是 Jesus， 什么？宙斯。Jesus。宙斯又开始变化成动物来祸害小姑娘了。生了一群小宙斯，每个都是双黄蛋。哎，真的哎。好事成双。同时，拉斐尔还可能是整个历史中最喜欢画圣母子的艺术家，光流传至今的油画就多达30几幅，并且他笔下的圣母子都一改早期那种疏离端正的模样，显得格外亲昵。据说这和他早年丧母的经历有关。说法就是因为他妈妈在他8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嘛，所以他对于母亲的记忆全部都是停留在最美好的那个时期，所以也难怪他画的笔下的这些圣母，感觉可能多多少少对于母爱的这种投射。当拉斐尔把自己多年来的学习和对于圣母子这个主题的理解结合在一起，就成就了这幅阿尔巴圣母。达芬奇的构图、米开朗基罗的肢体、佩鲁奇诺的静谧、尼德兰的细致入微，都被完美地融合到了一件作品当中。温柔无限的圣母伸手揽住施洗约翰和耶稣，呼应着圆形的画布。小耶稣坚定地接过十字架，暗示接受自己的命运。整幅画如水般缓和的色彩与圣粉色的内搭形成美妙和谐的对比，就连远处因为空气透视而泛出苍蓝色的远景都美到窒息。
它前面的那些植物感觉，就像那种教科书里面画的那种花卉植物。一个是尼德兰的画家喜欢这样画，一个是达芬奇也喜欢这样画。然后说到植物，其实它这里面的植物都有一些隐喻，就比如说雏菊，它当时代表的是耶稣受到的苦难，有花语在里面的。对，有一些花语。你说它这些圣母在当时有模特吗？它这些应该都有模特，但是脸全部被他换过的。你就看那个圆的那幅上面的那个圣母，不太像是现实中能够找出来长那样的，就那么一个标准的年轻的贤妻良母的形象。然而，就拉斐尔这么一个温顺且规矩的乖孩子，却画出了可能是整个文艺复兴时期最出格的一幅肖像画。来到了他的肖像画的展厅，这个展挺牛逼，我感觉把维基百科搬进来了。我觉得这个展很好的一个地方是，它都没有拉那个，可以离得很近。拉弗兰丽娜，面包师之女。据说画面中半裸的女孩名叫玛格丽特·卢蒂，是拉斐尔的情人，但这种说法缺乏确定性的证据。但更重要的是，在一个裸体只被允许用来画神的年代，他画了这样一幅越界的肖像画。你知道他为什么要画一个这种吗？表达对于他的情人的爱意。我其实觉得他很像是一个500年前的私房照，而且他还把自己的名字绑在了他的身上，像是一个宣告他是谁谁谁的所有物的感觉。但是我觉得他这个脸画，你不觉得就是那种超高清 4K 镜头的质感？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我觉得这张脸他画了很久，涂了很厚，一直在修改，因为我觉得他脸的颜料层跟他身体的颜料层是不一样的。这个质感是不一样。现场看起来很明显。打个比方，就是下面是素颜的，那儿是化了妆的，而且粉底液用的还不错，很清透。所以这种东西真的只有现场能看出来，图片上看不出来的。后世在谈及拉斐尔的作品时，经常会用到一个叫做 sprezzatura 的意大利单词，意思是毫不费力的从容。而赋予这个词儿书面意义的人，就是这幅画里的这位卡斯蒂利翁。他写过一本教贵族如何举止优雅的书，其中的核心思想就是要有 sprezzatura。结果后来贵族没了，这本书也在地球 Online 的新版本中被优化成了人人喊打的魅力指南。但 sprezzatura 却毫不费力地跟随拉斐尔的作品从容地获得了永生。哦，对了，卡斯蒂利翁其实是个秃头老登，但显然在那个年代，秃头并不是一件 sprezzatura 的事儿，所以拉斐尔特意为他画了一顶非常 sprezzatura 的天鹅绒帽子。平行世界的蒙娜丽莎。我觉得他这里面画的最好的是他那条项链，他那个红宝石的质地。但其实我很不能理解他这里抱个独角兽是什么成分。它其实是一个女德的宣言。因为当时据说只有处女才能驯服独角兽，所以它就是这种相当于当时这种训诫女性这个守女德。而且我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事情，他们那个时候肖像全是溜肩。当时就是以溜肩为美嘛。为什么呢？因为直角肩可以挑扁担嘛，溜肩挑不了扁担，所以是贵族。总之，这些肖像画还是很震撼的。你会发现，拉斐尔不仅画得精致，他还总是能够从微妙的细节中表现角色的身份和性格。每一个慵懒惬意的眼神，每一张低调华丽的布料，每一缕健康锃亮的发丝，都精彩至极。但就是这么一个人人都爱的艺术家，却仅仅活了37年，在人生最高光的时候猝然离世。你知道拉斐尔他最后就是因为什么死的吗？嘿嘿，那个是瓦萨里说的，这个老登也是满嘴跑火车的。但其实另一个说法是他累死的，就可能不是染病，是因为他就是他活接太多了。不是什么活啊？你说？画的活哦，正经的活接太多了，就是他大量的这种订单的压力之下，然后身体就绷不住了。
你看，他给教皇去完成了那些委托的这种工作也好，然后自己这种大量的油画也好，然后以及他还有那种罗马当时那种文物的修复保护工作，然后学习这些他都要去就是经手，所以就是感觉他涉及的面太广了。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什么道理？还是达芬奇好。老子不管了，你们俩卷王卷去呗。其实看他做这些草稿啊，我也挺震惊的。拉斐尔房间里面很多画，他其实正式的画里面他参与度不高的，所以我就一直有一个印象，他工作蛮轻松的。他只出设计稿嘛，就其他落地都交给他工作室去的。但是我从他这一系列这种里面看，他的工作量还是很大的。讲道理，一直在做修改、各种调整。这边放了几个挂毯画。这些本来是挂在西斯廷他那个壁画的底下，所以这个是当时拉斐尔画的那个 cartoon， 就是草图，然后用他的这个草图的设计去制作的这种大型的挂毯画。这个挂毯画非常的贵，因为它里面用到的那种金线、银线这种编织，比如说同样一个比例的画，就这种挂毯画，它的价格是油画价格的10倍。其实拉斐尔他服务的那个教皇利奥十世，他当时就是因为花太多的钱在这种艺术品上面，就是这些挂毯画让他几近破产。我后来具体查了一下，由于意大利本地没有这种工艺，这整套挂毯是在布鲁塞尔制造的，而他们的成本高达15000杜卡，在当年这个数目既可以是一支军队一整年的军备预算，也可以是10张挂毯。所以为什么它要挂在西斯廷的第1层最容易被看到的地方？毕竟钱花下去了嘛，花了钱就是要让别人知道。你知道米开朗基罗画他的西斯廷的天顶多少钱吗？不知道3000。那个项目他画了4年，好少不少了啊，不少了吗？你知道那个时候他们普通人的工资1年大概多少吗？几百？大胆猜。几十？没那么多。没那么多？没那么多。他们那时候普通人就10几20。达芬奇当时差不多同一时间在罗马养老的时候，给他发的1个月是30吧，我记得也很多了。很多人1年都挣不到30。但拉斐尔牛逼的地方是他画画，他一幅画可以卖到大几百，非常成功啊。其实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你怎么都不会想到就这么一张毯子的价格，对啊，就比2栋房子加起来还贵。这些毯子所讲述的内容是使徒行传，简单来说就是一些你们都不感兴趣的耶稣显灵的故事。所以真正值得观赏的是这离谱的制造工艺，很难想象当年是动用了多少工匠，用了多少金线、银线、蚕丝和羊毛，才在如此恢宏的尺度上编织出了如此细腻的光影和丰满的细节，真的非常震撼。看久了真的脖子有点酸。OK， 现在已经过去了几天，也是稍微沉淀了一下。那天和凯西看完之后，我们还稍微聊了一下对于这个展本身的一些看法。他当时给了8分，我打了6分，并不高啊。因为第一，拉斐尔确实不是我个人喜欢的那一类艺术家。第二，也是因为这个展览的手稿确实有点太多了，看得有些疲劳。当然，这也是因为拉斐尔的很多正式的大作并不具备搬过来展览的一个客观条件嘛。为了凑起来这么一个叙事流畅的展览，大都会应该也是提前4、5年就得开始筹备和交涉。所以，抛开那些个人的因素，我们都一致认为这是一个有条件必看的展。原因无他，只因为这个艺术家叫拉斐尔。下来之后，我一边剪视频，一边又做了一些更深入的研究。看到一个说法是，拉斐尔故意把作品画成这种柔美温和的模样，是为了给那个时代一些慰藉。因为那时的社会并不平静，瘟疫、宗教冲突和社会动荡都在发生。然后他的很多画作其实是会放在公共的场合供老百姓们去观看的，所以他就希望用这种没有任何攻击性的岁月静好的圣母子像，来让大家感受到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一些美好存在的。当然，你也可以反过来说，他是在帮教廷掩盖社会的不堪。就
历史学的魅力时刻吧。从同一个事实可以延展出2套截然不同但都站得住脚的理论，就看你更愿意相信什么了。你说在了解了这些之后，能让我喜欢上拉斐尔的作品吗？倒也不见得。只不过当你我下次再有机会面对这些作品的时候，肯定会有不一样的思考和感悟。就像是我之前做的那期关于战争的视频一样，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是一个充满了变数的时代。但我不想说什么 chaos is a ladder 之类的漂亮话，因为现在这些变数绝对是在蚕食普通人的上升机会的。所以啊，想想16世纪那些人，如果可以把拉斐尔的画作当短视频刷刷，从中收获一些慰藉或者消遣，也不算是一件坏事呢。至于他到底值不值得完美艺术家这个称号，我真的讲不清楚。但可能这个问题本身也没有太有必要去讲清楚。OK， 那么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希望你们看得开心，有所收获。别忘了一键3连或者去我的店铺看看，反正里面没有拉斐尔。